嗨，欢迎大家回到君达 TV。老师，为什么我在操作客人的时候呢，速度真的很慢？那你们呢是怎么练习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快速的打手呢？今天呢，就来好好的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速度。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样子的速度是正常的。我这边举例来说，我们以单根式嫁接100根为标准。那如果这个100根，我的操作时间在1个小时内，那就是标准时间。那如果我今天是操作200根到250根的单根式嫁接，我的时间呢落在90分钟以内，那就是标准速度。那如果你比这个时间再更快，那你的速度就是快；那比这个速度更慢，你的速度就是慢，不及格。那这边呢，为什么我要抓90分钟作为你技术的一个练习标准呢？因为我们有观察过，其实非常多的客人呢，他是无法久躺的。那超过90分钟就是久躺。我们在看客人啊，他基本上刚进来的时候，刚躺下去的前10分钟呢，他可能是在那里静静等待。过了10分钟之后呢，他会慢慢进入午睡的状态。那这个午睡状态其实没有办法睡很久，多半呢大概40到50分钟他就会醒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呢，他其实还不会马上感觉到不舒服，他可能就是迷迷蒙蒙醒过来，在那边等待休息。大概再躺个10-20分钟呢，他可能慢慢的这个精神慢慢的恢复之后，他就会觉得好像躺的时间等待的时间有点久了，可能就会开始有一点烦躁或者是动来动去的现象。差不多到这个时间点，大概都是超过90分钟了。所以我这边大胆的假设，90分钟就是他体验美睫的临界点。到底我为什么速度会慢呢？这边呢不外乎我整理出2大类别来告诉同学，大部分的人都是这2大类别。第一个呢就是你技术不纯熟，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心态与节奏是不对的。技术不纯熟呢，大部分呢都是同学在找毛的时候不顺利，那他在找毛拨毛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拨到单一根睫毛，导致他在做嫁接的时候可能会有反复粘连的状况啊。那反复粘连之后呢，你又要花更多时间来卸除这根睫毛，有的人在找毛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这个也是技术不纯熟。所以在技术不纯熟的状况之下呢，这个没有办法，只能透过反复练习。那你就会问我说，要练习多久才会比较正常一点呢？那这样的时间就会拉得非常的久，基本上你只要练习50个人到100个人，我相信每个人拨毛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就会说100个人好多哦，一点都不多。一天如果做3个客人，你只要练习1个月就会 OK 咯。好，刚刚所讲的呢是初阶美睫师技术不太纯熟的状况之下会发生的。接下来就是进入了进阶美睫师常常有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放空，手的速度呢他可能就慢了下来。那其实我们要练习在放空的时候，手的速度是不能有所改变的。那这个也是要透过练习，就是给自己时间压力去做练习，你才会熟练在放空的状态之下，手的速度不会改变。还有另外一种美睫师呢，就是他比较要求完美，所以他在要求完美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非常的精准，然后确认再确认，仔细再仔细。人家做3根毛，他只能做1根毛，这样子的状态呢，每一个动作都比别人慢2拍，那累积起来其实也是很可观的。这时候又会有其他的问题，就会有同学问说，老师，我40岁了，好像有一点老花眼，之后我的嫁接速度注定会比别人慢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正确哦。不管你有没有老花眼都不会影响你的嫁接速度。你的嫁接速度的影响呢，是来自于你的熟练度。那我这边呢，直接讲一个案例给你听。一个如果是35岁学习美睫的美睫师，他没有老花眼，然后呢，他做了10年，假设他到45岁了，然后他开始有一点老花眼了，这时候他有老花眼之后，他的嫁接速度会变慢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他的速度早就已经练起来，跟他老不老花眼没有相关。他老不老花眼只会影响他看得见看不见。那只要透过有佩戴一些老花眼镜或者是放大镜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改善的。曾经我有一个42岁的一个学生来学习睫毛，他也是有一点点老花眼，但是呢，因为他是医疗人员，他的专注度其实是很高的，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蛮快的。那他也很快呢就把自己的速度练习到一个程度。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老不老花眼跟速度练得起来练不起来是2件事情哦。老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指引吗？我想要速度变快，我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呢？这边我给你3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把时间安排紧凑一点，然后刻意的练习。
这边呢，我就教你一招哈，你就安排客人每2个小时，你就安排一个客人，这样连续排3个。那客人时间到就会来，他就会坐在那边等你。如果你上一个呢时间 delay， 你基本上呢，你一定会毛都竖起来了，给自己有一些时间的压力，你就会动作加快了。那你连续3个人之下呢，基本上我相信你的毛已经竖到一个极限了，你一定呢自己那个发条已经转得很紧了。所以呢，这种练习是必要的，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是可能要很多次。当你很多次的练习，你开始可以处于泰然的时候，那就是你速度提升的时候。那第2个呢，就是选择好的工具，好粘的黑胶，好用的夹子，很细胶的毛，好，这些等等类的呢，材料上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你在技术上呢多做很多多余的动作。这些的准备呢，其实都是要让你降低错误，那你就可以专心去练习你的速度。所以好的器具其实真的很重要。第3个呢，我们就是要透过系统化的流程，让你在操作的时候呢，不会有犹豫的时间，每个动作都很精准。我举例来说呢，就犹如我们在夹毛、粘黑胶、脱毛、滑胶，把毛粘上去等等这些种类。那这些里面呢，还有个别切出非常多的细项。例如说，我们把毛夹好，把毛夹正，我才有机会可以把它摆放好。那因为有非常多同学一开始呢，他就是随便夹，能夹起来就好，所以他的毛是歪的，自然他就摆不正上去。这个反复之下呢，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你就会反复粘胶，反复粘不上去，掉下来，再重复拿，然后这边反复那你那根毛被你弄得很脏，你就会很难再粘上去了。所以这个系统化的操作流程其实真的非常重要。透过这3招呢，每个动作都标准化，标准的操作流程，反复的一直练习，好用的工具，就会减少你犹豫的时间跟错误的动作。慢慢稳定的练习，一定可以让你达到60到90分钟的黄金标准。当我在设计我的每节课程的时候，就是透过这3个大方向的主轴下去帮助同学做练习。工具材料没有问题，接下来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这样要抓问题就会比较快。以前呢，我都一直以为做美睫师呢，可能到45岁就是我们的职业生涯据点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年就发现呢，这个过程啊，衍生了出非常多好用的工具，也有非常多的科技毛诞生，甚至我们的动作呢，所有的操作动作呢都有被标准化，在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达到非常快的速度。基本上你的手不会抖，那我们要做到60岁就是没问题的。那既然我们要做到60岁，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把你的技术练起来了呢？让我们一起来练速度、练技术吧！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哦。金大 TV， 我们下回见，拜拜！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加分享。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会用拍影片的方式来回复大家。谢谢大家，拜。